已经很晚了，终于来了。这是一份邀请。哼，这是邀请我们去赴宴？你只来了1日，可整个天启城的重要人物都知道你来了。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来了，所以今夜任何人来寻我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在他们眼中，你不过是想要知道我来天启城的目的，前来探寻的一员罢了。哼，你很聪明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你若现身，我们是第一个要来寻你的人。因为天启城的暗处，由我们来守护。听闻暗河苏家主剑法举世无双，我练的也算是剑，想试一试苏家主的本事。我的剑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试，至少你得在我的面前握住自己的剑。这便是传说中执三鬼的厉害，终于见到了。天启城影宗第1护卫团，鹰眼，站在暗河背后的是影宗。我是鹰眼首领乌鸦，奉宗主之命前来见你。我已经在外面等了许久，有很多人经过了这里，但都没有上来。看来暗河执三鬼之名，仍对他们有几分震慑。不过影宗前来寻我，也似乎合情合理。毕竟你们护卫的是黑夜中的天启。方才你说奉宗主之名，影宗宗主义母。宗主的大名，不敢直呼。洛清扬的师傅，我知道的。洛师兄之名在我们影宗已经是一个境界了。接下来，今夜便到这里吧。你何意啊？今夜我想知道的，仅仅是你们的身份，至于其他的，明日再说。影宗，看来需要欠个人情了。这已经是13批伏击之人了，有人想拖延我们入天启的时间。是暗河，我收到传信，苏沐雨已经一人先行入了天启，他应该是趁着我们还未至，另有所图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太小瞧暗河。苏长河和苏沐雨，我可是对战过的，那可是2个了不起的年轻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希望他们2个才是我们的同伴。水官，此言何意啊？天启城的影宗已经没落了，而如今的暗河充满着希望，不是吗？愚蠢！暗河不过是被别人握在手中的剑罢了。行了，速速赶路，今后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切莫乱说。他们不想做执散鬼和送葬师，
只想做苏昌河和苏沐雨。其实我也一样，我想做的只是苏恨水，不是水官。谁传来的信啊？你的苏沐雨喊我去办件事。哦。还不下来帮忙！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无需之阵。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、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啊！哎呀，那个白神医和我有戏，和我有戏啊！苏沐雨，哼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他中毒了。他中了醉梦蛊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，也用不了半点武功了。真气温和绵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永不会苏醒的醉梦。是醉梦蛊没错，你们俩做的不错。来人呐，把苏沐雨关入营狱。是。不过，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？地官呢？他死了，毕竟想活捉苏沐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可惜了。天官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兄弟死了，宗主只言一句可惜。可对我而言，却不仅仅是可惜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说，宗主有何苦问？原来如此，倒是易某有些冒昧了。对了，易宗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他入天启城了。禀殿下，方才教坊司中出现械斗，双方分别是影宗的三官和苏沐雨。随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赶到，但为时已晚，地官被苏沐雨所杀。苏沐雨中了醉梦蛊，已被影宗带走。影宗那帮废物，居然也有得胜的时候。我们与影宗合作，不过是把影宗作为暗河的磨刀石，覆灭影宗
同时为了暗河这柄更锋锐的刀罢了。但是三官武功很强，不逊色于暗河家主，只是他们之前的态度似乎并不想与暗河发生正面的冲突，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如今朱朝的机关阵法皆破，就连玉帝的蛛网也破了，只能靠大家来死守了。好，诸位辛苦了。苏哲，头，你叛了？对你们的头这么不自信，你们还在这里守护，我却率先叛了。头儿，我们当年加入朱影是何等的荣耀，可现在却被自家族人一路追杀，倒像是罪人一样。错的是他们，不是你们。哲叔是来帮助我们的，作为上一任魁，他愿意站在我们这边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，又给老子乱扣帽子！哎，不过嘛，肃清暗河内乱，是来吾辈之责。前辈，神已经找到能够医治大家长的方法。既如此，快请神医一试啊！但这个方法我用不了。为何呀？因为用了，我会死。那不行，神医是只能你死啊，还是可以换一个人死啊？你母亲死后，我又偷偷去过几次温家，发现你不见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是去药王谷学了医。你回了我们温家那么多次，一次也没有与阿娘相见吗？不，在她临走前的那一晚，我还是见到她了。什么？那天你外公终于不再拦我，把我带到他的身边。他是在我的怀里死去的。那时你还小，就睡在旁边的小床上，很安稳，一夜都没有醒来。但是我外公的口中，你却是个薄情寡义之人，欺骗了我阿娘的感情。这个糟老头子！但是在我阿娘口中，你却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就想找到你，亲口问问你。那时候年轻，只要觉得喜欢，便大过一切。以我的能力，定能对抗暗河的规矩。我原本打到他们都快同意了，可是当他们听说那姑娘是温家的千金，就连大家长都不愿帮我了。哎，还是不行啊。狗弟，你会跟我一起走吗？自然是，女儿到哪我到哪，女儿指东我不往西啊。那这样就不算违背了你们暗河的规矩。现在世道这么乱，大家都不讲规矩，那就各凭本事喽。好，那等我治好了大家长，你就和我一起去南边。好是好，可是为什么呀？女儿啊，你这么尽心尽力的要救活大家长，是不是看上苏沐雨那小子了？都说沐雨是暗河100年来的第一美男子，看来所言非虚啊。不过，看上暗河的男人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
不是，我说狗爹，你怎么连自己都骂？那什么原因啊？那自然是因为给钱啦。哎呀，你怎么跟你母亲一样？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好吗？不过，我们还是要等到医治好大家长再走，不然之前的努力不就全都打水漂了吗？而且，暗河既然受了我们这次恩情，总不至于还拦着我们，不让我们家人团聚了吧？头儿，我们当年加入朱影是何等的荣耀，可现在却被自家族人一路追杀，倒像是罪人一样。是我的原则，让追随我的这些人成为了被家族抛弃，在暗河中无可依附的亡魂吗？魁大人，刺蛇，打扰魁大人独处了。神医和哲叔在谈事，让我先把伤药送来。刺蛇，先别着急离开。魁大人还有别的吩咐吗？你入朱影的时间，应该是所有人里最短的吧？嗯。上一任四蛇1年前突然重病离世，魁大人便在众多人之中选择了我。是啊，当初若我没有选择你，你如今也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。是我拖累了你。魁大人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我们暗河是坏人吗？收钱杀人，不问因果，世人闻我们之名如见恶鬼。江湖朝堂，有多少人与我们结怨，也有多少人想将我们诛之而后快。我们是坏人吗？我们当然是。可谁生来就愿意当坏人呢？我生在暗河穆家，自有记忆开始，便在学习如何杀人。从我们出生起，我们都是别无选择之人。我以为加入朱影，不过是这段噩梦的延续。直到遇见了魁大人，您是我在暗河中遇见的第一个心存善念、心中仍留有阳光的人。是您告诉我们，加入朱影，可以不再是杀戮的道，而是守护的道。那么我愿意为了守护而死。多谢你们。但我守护的是魁大人，不是大家长。我想陈龙他们也一样，没有人生来就想当坏人，即便后来成为了坏人，心中所喜欢、所向往的，也仍旧是善良的人。魁大人，若暗河是永无止境的黑夜，那么你便是我遇见的第一束阳光。魁大人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。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
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，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。我们做刺客的，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血气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。另外，传信给谢七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七刀说：“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”哼，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。谁杀的？苏家。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你的剑法不错啊，比那颗毛蛋强很多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秋叔，苏晋辉，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。当年你们3个狗东西，合力才勉强赢过我，如今只有你一个人。
你害怕吗？拔剑40年，杀怪战神，不知何为害怕。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看到老爷子亲自动手。这场戏看得可算过瘾。有几分意思啊。昌河，戏的终曲你希望是什么？你当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啊。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说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俩现在联手，一起对付他。苏沐雨啊，你厉害啊！你现在都学会骗人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想借我退敌，然后把剑给苏家家主。我真服了。炎魔掌！原来还有高手啊！去吧！这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木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炎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，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双寒剑气，有点意思。很久以前听说，《西行游记》的画本之中，孙猴子用棍子画了一个圈，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仍然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但不同的是，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，而我的圈可随人而行。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天地。这下可精彩了！要参战吗，沐雨？此刻我若是出手帮助苏家主，才战胜了穆子林，他就算拔出了冥龙剑，日后也无法震慑三江。相反，若是苏家主赢了，那至少穆家就绝对不敢造次了。行，那我们一起下个注吧。你猜谁能赢？家主打算尽全力了。穆子林练了炎魔掌，根基也不会太深，时间久了必败无疑。你错了，你如果看过那本秘籍，你就不会这么天真了。那疯子一样的武功，哪分什么根基深不深？你看过？没有，我猜的。你来了，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
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昌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间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景辉。五爪之虎，无精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手！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。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，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？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